嗨，欢迎回到财经无界，我是 Aris。这个礼拜，全球科技圈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台北。6月1号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 GTC 台北登台，发表了一场被很多人形容为10年来最重要的演讲。他一上台就笑着说：“回到家真好。”这场演讲资讯量非常大，我帮你浓缩成5个对投资人最关键的看点。从 AI 开始真正赚钱，到一台全新的 AI 电脑。再到台湾为什么是这一切的起点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看点1，黄仁勋宣告有用的 AI 已经来了。过去2年，大家最大的疑问是 AI 到底能不能赚钱？这一次他给了非常明确的答案。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所有投资人都该记住的话：计算就是营收，你买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他把 token， 也就是 AI 计算的最小单位，直接定义成会赚钱的营收单位。意思是每一次 AI 的计算现在都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。他还反驳了一个流行的说法，很多人担心 AI 会让工程师失业，他说这是天大的误会。他举了一个数字，从2023到2026年，程式码的提交量成长了将近3倍，但工程师的人数几乎没变，代表 AI 不是取代人，而是让每个人的产出变得更多。对投资人来说，这个转折很关键。AI 的故事正是从花大钱的实验走进了真的会赚钱的阶段。看点2是这次最大的硬体惊喜，一台全新的 AI 电脑。这一次，黄仁勋和微软一起宣布要重新发明个人电脑。他说，这是个人电脑4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变。这台电脑的核心是一颗全新的超级晶片，叫做 RTX Spark， 代号 N1X。它最特别的地方跟台湾关系非常深。这颗晶片是辉达和台湾的联发科一起设计，再交给台积电，用3奈米制程生产，内建20核心的处理器，加上128GB 的记忆体。微软、戴尔、惠普、华硕、联想都会在今年秋天推出搭载它的笔电，连 Adobe 都宣布要为它重新打造 Photoshop 跟 Premiere。对投资人来说，这代表2件事：第一，一波全新的 AI 换机潮正在启动；第二，台湾的产业链从晶圆代工到品牌笔电，再一次站在这波浪潮的正中央。看点3，把格局拉到最大，兆元级的 AI 工厂。这一次，黄仁勋公布了下一代的计算平台，叫做 Vera Rubin。它的核心是一颗88核心的处理器，整个机架不用任何线材，组装时间从2个小时缩短到5分钟。效能上跟前一代相比，每一个 token 的成本最多可以降到1/10。但真正让华尔街最震撼的是订单。他说，辉达手上 Blackwell 加上 Vera Rubin 的累计订单，到2027年将会上看1兆美金。要知道，去年这个数字还只有5000亿美金。他把这种大型的 AI 资料中心称为 AI 工厂，并且说，单一一座工厂的用电会上看1个股的，差不多就是一座核电厂的规模，建制成本高达500亿到1000亿美金。这对台湾做散热、做电力、做先进封装的厂商来说，是一条看得很远的长线题材。看点4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巨大改变 ，AI 代理人要取代传统的软体。黄仁勋给了 AI 代理人一个很清楚的定义：代理人等于大型语言模型加上一套驾驭它的工程，他会自己观察你的意图，自己推理，自己规划，再自己去呼叫工具，把任务完成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过去熟悉的 App、熟悉的软体服务、商业模式可能会被整个改写。为了让代理人跑得更快，他还发表了一颗新的推论晶片，叫做 Grok 3 LPU。这个晶片来自辉达去年底花了200亿美金买下的新创团队，是辉达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。搭配 Vera Rubin 之后，每一度电能产生的计算量可以比前一代提升35倍。对投资人来说，这句话要听进去。整个软体产业的游戏规则正在被 AI 重新定义，手上的科技股都该用新的角度重新评估一次。看点5也是最后一个对台湾最有感的看点。黄仁勋说，台北就是这一切的起点。整场演讲，他不断展示台湾的伙伴，包括鸿海打造的数位分身工厂，还有好几家台湾的机器人新创。他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 ，AI 的下一步是走进真实世界，也就是所谓的实体 AI。而台湾就是这条路的核心。他还宣布了一个重磅合作，叫车平台 Uber， 会用辉达的自驾技术，在2028年之前把自驾车队开进4大洲28的城市。
日产、比亚迪、现代等车厂也都会用辉达的平台打造可以自己上路的自驾车。把这5个看点串起来，你会发现，从晶片到电脑到工厂到机器人，台湾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点到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演讲对我们特别重要。好，这5个看点讲完，我帮你收成一句话。这一次的 GTC， 黄仁勋想告诉全世界 ，AI 不再只是一个概念，它开始真正的赚钱，真正的走进生活。而台湾就站在这条路的最前面。但我还是要提醒一句，题材再好，行情再热，最需要的永远是一颗冷静的脑袋，把握趋势，也别忘了衡量风险。我是 Aris， 财经无界，我们下次继续帮你把世界看清楚。如果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最新的一集才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次见。